过去那一套性教育真的还够用吗？必须得进步哦。我这样子讲说，这个时代它已经跟过去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你从来没有跟他讲过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初一初二，你该讲说，爸爸就会讲这些东西，妈妈就会讲这些东西，还会隔离呢，我不要听，我不要听，还会这样子觉得。所以我们说，生理的层面是一个，心理的层面呢，他慢慢的长大到他的青春期的时候，心理层面慢慢加的东西就越多。朋友是绝对，我如果不舒服，我也可以告诉你说我不喜欢这样子讲，因为你是朋友，所以你会知道哦，我要尊重你，你讲不喜欢我就不要这样子做，这才叫真正的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性侵这个事情哦，基本上很多时候是发生在熟悉的人，虽然对方是给我鼓励，但是好像他摸我的身体是不对的哦，不是说因为他是老师，他又在称赞我，那你可以讲不要。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如果今天越熟悉的朋友，越熟悉的人，然后呢，再加上如果他有条件，他是我们的，就是他的那个社会地位更加多条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会被他们下手的。欢迎收看《丽懂什么搞不懂就问人》，我是丽丽。那上2集呢，我们就谈过了数据性暴力，或者说网络性暴力。我们也谈到说，这个性教育呢，其实不只是讲身体，其实也讲界限，讲尊重，讲同意。那还有就是如何陪孩子在不同的阶段陪他们一起面对这个成长的难题。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光靠预防是不足够的。万一事情真的发生了，孩子真的受到了伤害的话呢，家长你准备好了吗？要怎么样去应对了吗？那今天这个系列的这一集呢，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沉重的，也是我们最不能够回避的一集。那今天的嘉宾不只是一位法律界的专业人士，更是一位勇敢把自己的伤口转为力量的人。他就是马来西亚性学会雪隆区法律顾问陈金玉律师，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职业律师，当然更是一位经历过家内性侵的幸存者。欢迎金玉来到我们的节目。是因为你之前的经历，所以步入你今天的这个职业吗？那我本身是一名律师哈，当了律师大概差不多是12年。那为什么当时我会决定说要去当律师，是因为我觉得说我想要将施害者绳之以法。我大概的稍微说一说，我记得我有记忆的时候，应该是大概我7、8岁的时候，印象中是第一次发生，到底是不是第一次发生，其实我不知道。可是就是我的头脑里头，那应该是第一次，也应该是最严重的一次。当时我的爸爸还不在家嘛，所以当时就只剩下施害者，还有我，还有我的妈咪。可是因为我的妈咪她当时患了癌症，所以她就在前房里头，她就在睡着了，然后我们就在后房，然后施害者他就压在我的身上，他就亲我的脖子，他的下体一直磨蹭我的下体，其实是很不舒服也很恐慌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就很本能的一直喊，就是救命啊，走开，放开我。可是妈咪是没有办法救我的，因为身体上的限制，因为就是疾病的产生。我不知道那个事情到底经历了多久哦。你如果问我多久的话，其实它对我而言就好像天长地久一样那么的永恒。我怎么样子离开房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也不记得。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我长大了之后，我去接触了一些辅导相关的知识，或者说创伤相关的知识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应该是我们头脑里头他已经把我这样创伤的记忆放逐掉了。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真的是不记得，我的记忆是很破碎的。我记得的后来就是我的爸爸他回来了，然后应该是我的妈咪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用藤鞭一直打施害者。对，可是我看着被打的施害者，我就觉得他很可怜，所以我爸爸一直问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直告诉他没有事情，没有事情。那你为什么当初没有说想要告诉他们？你的当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因为我爸爸当时很凶，他当时就是很凶的一直打着施害者，然后就很凶又很急的问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也被我爸爸的反应吓坏了，所以其实当下我就愣着，然后我又看到被打的施害者，我觉得他很可怜，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说小孩子他很像一张很单纯的白纸，他居然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奇怪，可是他还是想要保护着那个伤害他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就是这样就是明明是小孩子的问题，为什么他会选择说想要去保护一个伤害他的人？可是小孩子他就是那么的单纯，他就是当下的时候，在我的状况里头，我就是觉得说他被打他很可怜。这件事情他虽然是讲说是过了，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到说，就随着我长大的时候，我发现到说我的身体记得的，
我的头脑其实到后来说，坦白说就已经不记得这件事情了哈。可是我身体记得，什么叫做我身体记得？就是我在家里看到施害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他很讨人厌，我觉得他很恶心，可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那也因为当时我爸爸没有带我去报警，所以其实不同程度的性暴力事件是一直发生的。好像打个比方，他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当时他就抓着我的乳房，那时候我们发育了嘛。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还记得说，就是他就是紧抓着，然后后来的时候还记得有那个手指头的那个印在里头。他有一次是借故就是那时候我们在房间里头，他当时就借故要帮我盖被，所以他就盖到我的胸部来，所以他就伺机要摸我的乳房。他还有就是摸我的臀部等等之类这样子的状况。事情到什么时候才真正我意识到说是不对的？是那时候我大概15岁的时候，当时我们在学校上了一堂性教育的课，然后老师就说，其实我们的胸部跟私处其实都是私密处嘛，所以如果有人去触碰的话，那个就是叫做性侵，而且性侵的广义是很广的哈，性侵的定义是很广的，它不只是强暴，它就是讲说是包括性猥亵啊、性骚扰等等之类，它都把它归类为性侵。所以当时我才知道说，原来当时在后房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性教育是很重要的，对小孩子的这个醒觉，知道说界限在哪里，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那如果当初这个性教育来的早一些的话，可能你的醒觉就会更早，你受害的时间、被加害的时间就会缩短。那当然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当初爸爸妈妈既然知道这样的事情，没有采取报案的行动？坦白说一句，我其实没有问过这件事情。我想我没有问过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其实没有，我目前为止的状态里头，我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件事情。对，因为对我来讲，我里头有很多很多的失落，所以这份失落其实很沉重。所以其实我知道说，我其实在逃避的。在你接触的其他的案件当中，性骚扰、性侵案当中，一般上父母或者是大人没有替受害的小孩报案的那个原因，通常是什么？我发现到如果这个施害者还是外人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报警的那个医院可能比较大。可是可能如果施害者是他们的家里的其中一个成员不管他是远亲还是直属的亲戚都好，我现在也是他们背负着一个枷锁，就是可能是他们会被指责说，你今天去报了警之后，你就害了谁谁谁去做了，这是你想要的事情嘛？回到我自己的状况里头，我当时候其实我应该大概是我33岁还是35岁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有想要去报警的，因为我的法律的知识告诉我说，其实就是在马来西亚刑事案件里头它是没有追诉期的，所以我还是可以去备案的。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当时我就跟我的家里人说，我就是非要去报警。然后他当时是愣着了，因为在他的认知里头，他就说事情过了这么久。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说他当时就愣着，他就问我说：“你还想要去报警？”我刚说：“是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施害者。”然后他就跟我说：“好啊，你要去报警，你可以去报警。可是你报了警之后，这整个家就散。”当时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拆散了整个家？我当时是生气的所以我就是真的是骂回他，我就跟他说，整个家在他侵犯我的时候，其实早就散了。不是等我去报警的时候才散的。我虽然试过把界限画到很直可是我发现到说就是因为他这句话，其实我是没有去报警的。对，我也背负了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讲到报警这一步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在家里有发生这样不幸的事情，哪怕是加害者是家内的或者是外面的都好，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知道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所以你觉得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有什么指南啊，或者是法律啊，是家长必须要知道的呢？好，如果你回到来讲的是，有些时候我面临到一些状况，就是指我有一些个案，他们不知道怎样去报警，或者是说可能他们很担心说他们的国语可能不是很理想，所以他们去报警时他们会很害怕。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是说，就是其实你可以用英文去报警的然后后来的时候用自己舒适的语文就是英文、中文、马来文。中文目前为止在法庭上给供词的时候可以，可是书面来往的话，他一般上还是用英文，或者是说是用马来文。我有些个案他们这样子做他们就用 Google Translate。对，然后后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就去报了警。
那一般上我会鼓励是怎么样子做，就是讲说是你在一个很安静的空间里头你把你自己的 report draft 出来。什么叫做 draft 出来？其实你就在 report 里头你 draft 几个资讯。第一个资讯就是 details of the suspect， 就说这个施害者是谁。那当然，如果你因为是我的情况里头，因为是家里性侵，我就自然知道这个 suspect 是谁。可是有些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知道这个 suspect 是谁的。打个比方，可能今天你搭交通工具的时候，好像我们以前有过一个状况，就是对方是搭 MRT， 然后还是别人摸了他的臀部，是他不知道对方是谁，可是他就 describe 他咯，就是 describe 他，就是大概他的长相是什么，他是什么种族，他当时穿着什么衣服等等之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这是第二个资讯可以给警方的。那第三个资讯可以给警方的，就是说他做了什么事情，证据。好，有些时候证据可能有一些的难，因为打个比方，他是 inappropriate catch 的时候，他其实有些时候他没有具体的证据。坦白说一句，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在FRT 上，就是他被对方触碰他的臀部。有些时候坦白说一句，你真的不一定会有证据。是，可是你还是可以告诉警方他做了什么东西，他摸了我，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是语言上的骚扰，所以他就可能跟你讲说是，你的胸部好像很大哦，是，或者是讲说是，你很性感这样子的一些话，让你觉得说很不舒服，那你就告诉警方他做了这些事情，然后你身上有受伤吗？好，有些时候可能比较严重的性暴力里头，他可能有受伤，尤其是在强暴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可能用武力，那你就告诉他我身上哪里有痛。还有的情况就是讲的是时间、地点、日期，这些是如果你知道的话。可是我很遗憾，有些时候像我自己的状况里头，我已经隔了很多年了。对，隔很多年是一回事。当他有些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时候，我其实不会记得说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往往在如果这个东西上到法庭要进行审讯的时候，律师方面在审问的时候就会跟你讲几月几号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是什么时候，第四次是什么时候。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对于被加害者是不是一种很残酷的二度伤害？好，那我们先一样一样来分析先了。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没办法知道日期的一个情况的一些哈，那我们就会跟他讲是，如果记得某一个月份，某一年的某一个月份，我就告诉他说是大概是可能是打个比方4月份2025年，是，可是我不一定有具体的日期，那我也不要硬去掰出一个日期出来哈，实体这样子一个状况。可是至少我可能如果是讲是我知道那个地点还是怎么样子一个情况之下，我就尽我所能把我有的资讯都给到他，都给到警方。回到来刚才你的问题上到法庭的时候，有些时候确实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说他可能会被盘问。所以我为什么有些时候陪伴着我的幸存者上法庭的时候，我就要告诉他说，你们自己要有底气因为今天你上到法庭，你没有撒谎，你没有陷害他，所以你确实有些时候没有证据，这个我们可以承认。是我们确实有些时候只要说证据真的是真的是几乎是没有，也就是说可能只有 my words against the perpetrator words， 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可是回到来，我今天上法庭的时候，我是在讲出真相，对，那我就照讲就是了。一般上如果在校园的话，有些什么指南吗？然后如果是在外面的话，有一些什么法令家长是需要知道的？如果也是说在校园的话，可能老师就是要意识到说，其实因为他们身为老师他们其实有 mandatory obligations 去 report 的。mandatory obligation 去 report 它其实有2项，第一个是 under Child Act，under Child Act 里头它其实要 report to JKM。那另外一个是 under 那个 Sexual Offences Against Children Act 2017年，所以 Section 19是告诉他讲说是你一定要去 report to the police。那后来其实在2023年11月份的时候，其实教育部其实有issue了一个 Garis Panduan。Garis Panduan 里头其实里面有写的就是他们其实要在24小时之内通报的。这24小时它不是一天你有些时候可能会觉得24小时就是一个工作天，不是的。就打个比方，如果这个学生他可能是星期五的时候他来告诉你，那可能星期六、星期天都是没有做工的，所以可能你觉得说，我星期一回到去来处理。那其实它就跟 SOP 就是有一些冲撞因为 SOP 里头是告诉你说你一定要24这样24小时之内去做投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可以保护他们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如果你回到来说是可能是讲说是成人跟成人之间的一些性骚扰的一些事件，其实我们有一个 Anti-Sexual Harassment Act 里头，它有一个 tribunal。那其实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去考虑去走那条途径的话，你可以考虑去走的。未成年的加害者的话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模糊的一块。
到底未成年这个年龄是画在哪一条线，然后他们是不是就说真的干了一些事情坏事的话就可以免于责任呢？因为他们未成年。那其实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就是说好像未成年的话，就是可能是讲说是他犯了错，可是也就是可以逍遥法外。其实不是的哈，是几岁画在几岁那个界限？那其实未成年的话就是18岁以下。可是法律上其实我们的 Section 82我们的 Penal Code 里头，它其实有写的，10岁以下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其实犯了什么罪都不会被判刑。那我们这样子说，并不代表说我们去鼓励10岁以下的人去犯刑哦，不是的哦，我们只是在阐述法律。可是如果他到了10岁到12岁之间的一个情况之下，就要看法官认为说他有没有那个 sufficient maturity 去明白说他今天做了这个事情其实是有consequences 的，对。然后后来的时候，如果是讲说是法庭觉得说，他是知道了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法庭是有权利去裁判他，就说如果是有罪的情况之下，那基本上法庭可能是罚款他，或者是说就是判他 community service， 或者是 bond on good behavior。那有没有可能他会进 Henry Gurney School 呢？他也是有这个可能性，会是这样子一个情形。如果他是14岁以上了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法庭其实如果认为说案件真的是很严重，他已经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放在 Henry Gurney School， 法庭是有权利判他去坐牢，可是他要 separated from adult prisoners。唯一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儿童跟大人之间，的那个罪行唯一最大的差别就是儿童他不能被判死刑。另外一个对他们来讲，的很大的后果其实是我知道说加害者对他们的未来是很大的影响的。比如说，当他们要出国留学、出国工作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应该是这样子说吧，其实如果你是 go according to child 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是不会有 criminal record。可是有些人就以为说，反正小孩子他是不会留案底的，不是的哈，他是不会有 criminal record， 可是他还是会有一个记录在案，他还是会有一个 record 的。所以如果是讲说是真的是去 PDRM search 这个人他的 good conduct 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拿到那个 certificate of good conduct， 就是这个良民证啊。对，这个对他未来最大的影响在哪里？可能他以后要当公务员，或者是说可能他以后就是说有了一份蛮理想的工作，可是可能 HR 来做调查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了。那其实很多家长对这个法律其实是很模糊的，然后每一次要到报警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想法而却步。所以这一方面，你对家长有一些什么忠告，有些什么劝告？他如果是觉得说，他是真的是很担心说去到那边的时候很紧张，所以就像我刚才也提的，就是说他可以坐在一个空间里头，他先把他自己的 report type 出来先。他那个出来就要 save 在 pen drive 里头，让他们去把它就是 copy and paste 在那个 report 当中，所以到时候 check 了那个 report 真的是没有不小心就是说被删掉几个字，或者是说漏掉了一行还是什么之类的，到时候他签名就好了。这会相对的其实就会减轻他很多很多的压力，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当他在做 drafting 的时候，当他自己在写的时候，他就可以整理一下他的思绪。但是另外一个，这个是比较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我觉得在心理层面上，他会觉得说带着孩子去报警，然后对孩子是一个伤害，然后他也会因此而却步。在这一方面呢，家长的思想上可以做个怎么样的调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家长说，你今天带孩子去报警其实是保护孩子的。我们为什么说是保护孩子？是因为你要让施害者知道说，就是今天这件事情我没有纵容你的受刑，我没有姑息你的受欲，所以我一定会要让这个警方采取法律的行动。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了这样子的想要保护孩子的那个想法的时候，而且这是一个管道，启动法律机制，这样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大的这个勇气去带孩子去报警。那如果真的是担心说孩子是被2度伤害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不可以就说在场的时候我们其实就陪伴着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我也很想知道说，进入这种报案或者是法庭审讯的整个机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避免孩子2度伤害的？有什么系统上的资源是可以让比较儿童友善的方式？目前为止的状况里头，如果他是儿童的话，那基本上他们会有一个 Child Interview Center， 所以在一个 Child Interview Center 里头，跟普通的一些警局来比的话，它其实应该是蛮舒服的，而且在里头他们会有那些娃娃，所以有些时候我发现到说有些孩子他们不会诉说的时候，他们可以用娃娃来就是说，其中一个娃娃可能是施害者，其中一个娃娃是我，
那后来的时候，这个施害者这样子对我，所以到时候当他们就会把整个东西这样子 record 下来。那可能如果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这个小孩子他如果不太需要再去诉说过多一次他所受的伤害，是不是有可能会降低他的那个创伤的感觉？那很多时候，大家事情发生了要去报案，是希望把这个事情来个了结，但是往往这个法律的过程是很长的，有一个时间的预测，大概多久吗？如果要进入这种报案，整个案件审讯到结束为止。一般上如果是他不认罪的情况之下，坦白说一句，案件真的是会蛮久的，可能就是讲说是有些时候1年、1年多、2年，我们有遇过。好，有些时候可能会对于个案而言，他觉得说，我就是想要有一个疗愈，我就想要一个 closure， 可是为什么东西都好像越拖越久的感觉？随着我陪伴这的幸存者就是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到说，我可以善用这个困难，是善用这个时间点。什么叫做善用的一个情况？就是我有些时候个案来找我的时候，他可能9岁10岁，可是因为这个案件这样子一直被 postpone。所以这间中的时候，我就会 update 他的妈妈说，就是我在旁听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会发现到说，他们因为有法律的知识，他们就会越来越有力量去面对这整件事情。这第一点。第二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会长大的。当孩子会长大的时候，他越来越会意识到说，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因为我们会灌输他相对的性教育的知识。然后第二点，也因为妈妈也会告诉他说，在法庭里头就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跟他说了什么事情之后，他也会有相关的法律知识，他可以去面对这整件事情。第三，他的表达能力一般上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他的表达能力也会越来越好，所以他就可能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表达出来说，到底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善用这些困难的时候 ，use it to 那个 advantage 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他的走的路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辛苦。只要你愿意善用这段时间，我们这段期间里头，我们不是在那边摇脚，或者是说就是白等了，没有，我们其实是有去做东西，去顾好他自己的心理素质，让他上到法庭去面对这整件事情啊。对，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就觉得说，能不能够跨过这坎就在一念之间。然后有时候时间的确是一个创伤上面最佳的良药。那今天的内容呢，听起来很多技术性的东西，然后也相对的沉重，但是对我来说，它其实就像是一个现实的求生的手册，一个父母都需要具备的一个常识。当然，希望大家永远都不会用到。但是真的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孩子受到伤害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你是否做好准备呢？决定了孩子未来的出路，也可以决定大大的把他的这个伤痛给降低，他的创伤给降低，你同意吗？对，在今天的这个立懂什么结束之前呢，陈律师，你有一句话要跟父母说的吗？我发现到有些时候，有些父母他们并不知道说他们有权利去聘请一个旁听律师的哈，在整个司法程序当中。作为一个旁听律师，我一般上会做什么东西？就是说我可能会就是说除了我会跟他们说在法庭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我也会去问他们说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有些时候他们可能需要一个翻译员，他们就是在法庭的时候，他们觉得说他们真的是英文又不是很好，又不可以用谷歌嘛，那马来文又不是很理想，他们真的语言就是可以想要用华文，那我就会跟检察官说，麻烦你在审讯那一天你安排一个华文翻译员。对，这是第一样东西。那第二样东西，我觉得说一个旁听的律师可以告诉他们 legal rights 是什么。什么叫做 legal rights？ 好像有些时候他们会觉得说，我上到法庭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假如是当辩护律师问我问题，我觉得太复杂，可是有些时候我听不懂，我就可能会傻傻回答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那我就会告诉他说，你有你的 rights 哦，叫他重复，或者是说叫他简化这整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有些时候毕竟真是一个小孩子罢了嘛。那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累了，或者是被盘问得很辛苦，我会告诉他们说，你有权利就是说要求休息的不需要硬撑着。所以当他们有一个律师可以告诉他们说他们在法律上的那些 legal rights 的时候我发现到说他们没有那么的担忧，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就只有旁听律师压着我的那种感觉，是我还是可以在法律上就是说尽量的扳回一局了。就感觉在黑暗的这个道路这个旅程上面有一盏明灯照亮着，
让他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向前去。那下一集的立懂什么呢？我们会继续有陈律师在这里陪我们聊一下，当事情发生了过后，伤害造成了过后，疗愈的过程是可以很漫长的。那这个过程，陈律师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他将会以他个人的经历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正在面对这些问题的家长，这些孩子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指引。下一集立懂什么？我们一起来搞懂。